好，指挥中心宣布呢，今天又再新增了1名确诊的个案。那这个第42例呢，她就是50多岁的一名女性，而且追踪发现呢，她其实也是由案34在住院期间所衍生出来的个案。带您来听一下稍早访问。那今天先跟大家宣布，也就是说新增了一个确诊个案。好，那我们的第42例，那42例是从现在的判断是从34例里面来延伸，是同案34同病房不同病室的陪病家属。好，那这个在42例它是等于它是没有同病房，但是一个同病室对，同病房不同的病室病室比较小，它是一个陪病陪病的家属。那这个他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那2月23日，因为全身倦怠及咳嗽到诊所就医。那我们在做相关的疫调的时候，当然也包含了像34案里面的同病房的相关的，不管是现在在住院的，我们已经把它清空移到隔离的病房。那病室整个也都做过一个完整的消毒。但是我们也追踪。在那段时间，有在那个病房里面住过院的病人。好，那在调查这个病人的时候，那病人的家属表示说他有相关的一个症状，那也有就医的记录，那所以我们就特别的采检。好，那病患的出院的病患本身是阴性，可他的太太是阳性。好，那么这一名案42例呢，他其实近期是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的，而他本身在2月23号的时候，就有因为全身倦怠，还有一些咳嗽的症状，他有到诊所来就医。那之后呢，是因为案34确诊了，所以呢有调查当时跟他相关病房以及相关陪病者，继续做追踪采检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名42例他其实也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所以当时呢就有将他来通报采检，然后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那也在今天宣布他确诊了，而其实后续呢有一些时间序，我们也带大家来了解到，因为我们有发现到这个案42例，他其实是他的先生在住院期间，这个医院呢其实就是跟案34是同一间的，所以在住院期间刚好呢又有这个帮忙照护的护理人员也是跟案34有重复到。那这个42他其实只是一个陪病者，他在17号到24号的时候有到医院去照顾他的先生，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内，他有跟这个照顾他先生的护理人员有过短暂的接触，所以呢目前初步也是锁定说有可能就是这个确诊的护理人员传染给他。不过呢这个厘清这个他的感染源呢后续还是要再厘清的。另外包括像是这个案42他自己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接触史，这些也都是之后疫调要再追踪调查。